好，咱们继续把这一幅作品画完啊。花画完了，咱们现在来加上这个叶子，加上这个枝干叶子。那叶子我们看一下画什么颜色的叶子好看呢？画偏绿色一点的叶子吧。那咱们还是画这个，先调一个嫩绿色。嫩绿色就是我们画这个嫩叶的颜色。嫩叶我们用这个三绿。橙黄，然后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再来调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。老叶子我们还是用花青藤黄啊，花青藤黄加墨来画。那这个是画嫩叶子的颜色啊，嫩叶子的颜色这个是三绿、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画嫩叶子的颜色的笔去洗一下，打湿一下，调这个三绿和藤黄。好，调均匀之后，我们调一点点朱标，然后笔尖来一点胭脂。我们看一下它从哪里出枝好看啊。这朵花肯定要顺着它的花型去出啊。来，花正中间它有一点往右偏啊，花头有一点往右偏，那顺着这个中间来走。稍微有一点点弯度啊。加胭脂。好，来先安排一下它的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。然后这后面这一朵花的这个枝干藏在后面了，看不到，但是叶子还是要有。这里会有一些嫩叶啊，有一些嫩叶。然后后面的叶子，我们待会儿先把前面这朵花的叶子画完，之后再去画后面的叶子。那这朵花看一下它的枝干的一个走向啊，大概要走到这里来。看一下这个花，从它的花心开始啊，你不要走歪了，从花心这里花的一个朝向，这样子顺势来走，大概可以走到这里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先来画这个第一朵花的这个叶子，咱们调一点这个花青藤黄。还有另外一个盘子里面倒上墨。来，花青和藤黄我们要加水，加水调和，挤得有点多，有点浪费啊。
好，来加墨，加点墨进来，调成一个墨绿色。好，调成墨绿色备用哈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蘸浓墨，笔肚是有这个墨绿色，笔肚里面有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浓墨，来画这个叶子，一组一组的开始啊。好，蘸墨绿色啊，笔尖蘸浓墨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笔肚蘸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如果想要浅一点，我们的笔尖去蘸一点水，蘸一点水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笔尖蘸一点点墨，画一些这个后面的叶子啊。好，这里缝隙可以填满啊，让它叶子显得这里这一块肯定是有很多叶子。然后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咱们画一组嫩叶，嫩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绿色加一点藤黄，加点藤黄，加点朱标，然后加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嫩叶。上一点叶柄出来，加点胭脂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走哈。
那我们再来一点淡一点的叶子，把笔尖去蘸一下水，笔尖去蘸一下水，然后再蘸一点点墨。画这个后面的层次啊，后面的层次这个叶子可以淡一点点啊。然后这个上面的嫩枝干啊，这一朵花的嫩枝干，咱们蘸一点三绿，蘸点藤黄，蘸一点朱标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可以从这里画一点点出来。好，从这里表达一点点出来啊。然后这里面后面肯定是很密的哈，很密。待会儿我们可以填上更深的颜色，像这些缝隙、小缝隙，我们待会儿可以再去调整。然后继续，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叶子。然后这一朵花啊，待会儿我们画一点老枝干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一朵花就不需要画嫩枝干，因为嫩枝干都躲在这个里面了啊。好，继续来画叶子，还是蘸这个墨绿，先蘸墨绿，然后蘸这个浓墨。这个一边画要一边慢慢的去斟酌，斟酌哪里需要有叶子。好，加点藤黄，加点胭脂，叶柄顺便可以补上来。好，上面这里加一些叶子啊，这里可以出一个枝。先画叶子啊，先画叶子，先调这个墨绿，笔尖蘸这个浓墨。好，如果想要浅一点点，我们就加点水，加点水，蘸点墨，看一下这一组叶子要不要伸出来啊？走一组叶子出来。好，来还是一样，调点藤黄，调一点这个胭脂，加一组这个叶柄出来。
好，胭脂少了，再加点。好，这一组叶子让它跳出来。好，沾点墨。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嫩叶啊，嫩叶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墨绿色调点藤黄，调点珠标，调点胭脂。好，加点胭脂啊，笔尖上再加点胭脂。这边肯定缝隙里面都是有叶子的，要画的比较满一点点。好，这边画一点点稍微淡一点的叶子啊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折痕，这个叶子也比较小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整朵花本身咱们画这幅作品的时候，花画的比较小一点，所以这个叶子整体的比也要稍微小一点点啊。好，胭脂不够啊，画一点点叶柄。来，我们的画面往上挪一点点，往上挪一点点，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朵花，下面这一朵该怎么出枝才好？好，看一下这一朵花怎么出好啊？先把这两组的这个老枝干先安排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因为我们直接用墨画把这个画叶子的笔洗一下，然后笔肚里面直接蘸这个浓墨。好，这里只露出一点点这个枝干出来，因为已经没有位置了啊。这一枝从这里啊，刚刚说从这里出到这里来了。笔上有一点点太干了，沾一点水。看一下这一条从哪里出来好？从这上面吧。好，再整理一下。这次这个枝干用的这个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浓，变化少了一点点啊。因为越是这种很短的地方，就是少的地方，这个墨色越是不是很好用，不是很好表现。但是也要有一点变化，不要直接画个实心的就行了。好，咱们再来调一点这个画这个叶柄的，
颜色，3绿藤黄，调点珠标，调点胭脂。好，就这么长出来啊。藤黄、胭脂，画一些这个小花柄、花萼、花托，然后也是一样，我们安排一下叶子，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走。好，调点藤黄，调点3绿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支，这里再来一支。好，直接让它伸出来啊。感觉这一伸手就伸到这边来了，我们要不让它往下一点。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一组叶子先把它画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情况啊。先把这一组叶子画。那这组叶子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绿色，直接用画叶子的绿色加点藤黄，就是我们画这个老叶子的颜色，加点藤黄，加点珠标，加点胭脂。好，咱们就画成这种嫩绿色。好，加胭脂。好，这是这一组叶子，那后面还有一组，2组叶子的颜色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区分啊。其实也差不多。好，这一组叶子2组混合在一起，让这一组就还是比较多。好，再来一组啊。这里再来一组叶子，还是一样啊，嫩绿色加上胭脂。然后这边咱们看一下还需不需要有叶子，或者这里还要不要有叶子呢？
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些这种淡一点的叶子啊。然后看一下整体的布局，这里还要再加一组，下面2组叶子上面没有，我们把上面这里再加一组叶子。这个枝干没有画好啊，水分刚刚笔上的水分大了一点点啊，所以还是要控制好水分哦。好，从这底下，那我们只能说再加一组了，从这底下再伸出来一组。好，那这里的叶子就够多了。这里够多，感觉这里这一边就稍微少了一点点啊。这里在这里加一组淡淡的叶子进来。这里就不要破边啊。好，这边叶子让它很多。然后看一下整体的布局，这里我们要不要再加一组这个枝干上来？加一组老枝干吧，伸一条老枝干上来，这个纸面要平哈。试一下笔上的墨，不要太水分，不要太大了。好，穿插到这一支啊，穿插到这一支。好，来一点焦的墨，整理一下。好，这里伸出来一组老枝干。老枝干我们就加一些嫩芽哈，就调一些藤黄，调一点胭脂。
好，咱们再来检查一下这个画面啊，感觉这边的这个叶子还是再少了一点点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组啊，让它破边。好，这个嫩叶，来一些淡淡的这个嫩叶啊，三绿藤黄、竹标、胭脂。咱们再来检查一下画面，看一下还要不要加什么，少不少什么东西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就这样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像这个缝隙里面啊，用这个墨，稍微浓一点的墨，填上啊。你看这个这么多花，后面肯定是有很多叶子的。然后这个边上，这个边上也是啊。好，这边肯定是叶子都满了，把这边这个缝都给补上，让这里感觉这里的叶子很密很多。那现在我觉得这个叶子布局还是非常好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叶茎勾一下，或者是我们先把这个这个花蕊、花心让它画一下。这个花心还没有画，来我们加点三绿。好，用这个三绿点一些这个雌蕊啊。像这两朵花点雌蕊，其他这些绣球型就不需要点了。点了雌蕊之后，用胭脂先把这个提一下，提一点胭脂进来。
好，我们来画花心呢。花心还是调好的这个藤黄和太白调好的这个颜料啊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画5组花心啊。好，少一点点花丝。好，这个绣球形就在这个比较深色的地方去画，不用画太多。像这种绣球形不画花心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想画一点就画一点啊，但是要注意要有这个疏密关系。好，可以少画一点啊，画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啊。好，还有这一朵啊，这一朵看到一点点，咱们就来几颗，不要太多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叶茎给勾一下。
好，叶茎咱们用这个墨来勾，但是不要用太浓的墨，比这个叶子稍微浓一点点就可以。好像这些淡淡的叶子，用淡淡的这个墨去勾就可以了。好，淡淡的。来，我们这个嫩叶这一块，咱们就用这个胭脂。好，旁边这一朵这个小花的这一块的嫩叶，勾叶尖哈，一再强调，不要把叶尖勾得太跳了。太跳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叶茎太深了。哇，这一笔就有一点深。像这一组啊，淡淡的话不勾也行。可以了。好，整理一下。然后这个还有一点点，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，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加一点点嫩芽。好，这个画面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画面就已经画完了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写字啊，做背景什么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完成这幅作品啊。那这幅在一个园里面，
园里面我们让它有一种在墙里面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圈啊，可以画出一点点这个厚度出来。我们先来一点墨。我们上面这个感觉画一个墙出来，可能还要画出一点点，这整张纸上面可能还要画一点点瓦，还有这个红墙瓦片。好，咱们用点淡墨啊，先调一点淡墨，倒点墨在盘子里，然后笔记蘸一点水，调一下。调一个淡墨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圈啊，这个圈里面咱们来一点厚度啊。纸袋大了就是不是很好录，就是在录的时候要经常移动。好，这个厚度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墨，调一点墨啊，直接换一支大一点的笔，还是一样啊，调一点淡墨。盘子下面还是垫一下纸啊，垫一下纸，以免把这个来蘸点墨啊，由深到浅，就是让它有一点深浅变化吧。一笔下来，这里就有物象，这里就不是很好一笔下来了。好，这里加一点淡墨，把这个后面还可以再去整理啊。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整个的形线画出来，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去整理。所以我们先用这个墨色。这里我们要把这个牡丹这里要把它留出来，它是从这个墙的这个洞里面伸出来的一只，
所以这个是要把它留出来，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这个纸有一点薄，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好，先画了一个厚度，然后咱们在顶上啊这一块这一整张画是一张4尺整张的，在它的顶上把它一直拉下来，拉到这张纸的顶的位置，然后在顶的位置我们画一些这个城墙瓦片大家都见过吧，这种黑色的瓦片的这种感觉，那要有这个浓墨和淡墨相交融在一起。大概画这个10厘米左右。好，我们笔上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在旁边调一下，有一点点淡墨，笔肚里面有一点淡墨，笔尖器稍微蘸一点点稍微浓一点的墨，我们从哪里开始都行啊，从这里开始，稍微斜向一点点哈，斜着往上。好，墨不够你就去加墨。好，让它有一点这种枯墨出来，枯墨我们就不管它，就让它是枯墨。来，加点水，再加点墨。每次加墨的时候，它都会浓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蘸一点水，蘸一点墨，先这样分一下，大概先分一下，每一组先分一下，从哪里开始？就你不要不在一条画稍微齐一点点。好，蘸一点水，蘸一点点墨，用中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用中锋去画。那到后面出现一点点这种枯墨的这种感觉，就让它出现，不管它，就让它在这个画面上，同时它也会这种墨韵的这种味道。好，笔上没有墨，我们就去加一点。当然没有那么整齐的话没关系啊，这个瓦片有的时候就是它就不会完全那么整齐，就你画歪一点啊什么的一点，就是你下面这里齐了就好了，在一个线上，然后这上面有一些不是很齐，没有关系，不用去把它就是我们画的就是很拘谨，把它一定要对得整整齐齐的，不需要啊。你就大胆的去画就行了。
好，加点水，调一点，这个盘子里调一点淡墨，然后笔尖上再去蘸一点这个浓墨。好，蘸一点淡墨，蘸一点浓墨。先这是打一个基础。那我们后面还要对这个瓦片进行一些整理。感觉这个瓦片还是画的有点小啊，有点小。小瓦片吧，那就那种窄的。好，就让它后面有这种枯的这种感觉出来。然后我们再用稍微浓一点的墨，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痕迹这里啊，接缝这里加，不要让它有这个白的啊。它不可能这个缝隙里面流出来是白的，它是颜色会更深一点。我们把这个缝隙里面啊，这个瓦片的这个缝隙里面补上更深一点的颜色，不用画一条线，你可以很随意的去填充这个缝隙里面的颜色。两边可以稍微往两边延伸一点点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些缝，你可以延伸过来，延伸到旁边的这个缝里面去一点点啊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全部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去整理一遍，就是把这个缝里面这个白的先把它填一下。好，稍微浓一点的墨哈，就趁它这个湿的时候，让它颜色有一点点这个扩散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加整理一下，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太齐了，黑色的这种深色的地方，就是隔的中间的这种缝隙隔得太齐了，我们把这个稍微平均一下啊，整理一下，就是让它挨着这个缝隙里面，离着这缝隙近的地方更深一点点。像这些你看隔的，把它分成三淡了，中间一条深的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两边稍微的整理一下。好，整理一下。稍微用这个浓一点的墨去整理一下啊。好，不用说整个画面太齐，这里虚就让它虚掉。好，这个现在看着这个瓦片就还是挺有质感的。那我们要观察一下，你画画的时候，就不是说你一下子一口气把它画完，画完之后咱们观察一下，站远一点点去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好，把这个底下这里再整理一下。瓦片的边缘，它中间通常它会有一个这个叫，这个叫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它是有一个形状啊，一个三角形一样的一个形状。这个沿啊，这个边缘，半月牙的这种形状，瓦片的这个大概去画一下。然后这个后面啊，后面这里这个瓦的这个后面，除了这个牙后面这里会用更深的墨，因为它这个是在里面。为什么在里面？它是在后面的一个阴影部分啊，所以这里我们把它加更黑一点，就是把这个瓦的内侧，
瓦的内侧这里加的更黑。就用最浓的墨啊，用最浓的墨。要把它这个瓦的这个质感把它表达出来，不然就飘在这里啊。我们不能画东西，不能让它飘在那里。当然咱们是画写意的，不用像画这个工笔啊重彩那么把每一个物象表达的那么细致。太细致了，它就会缺少一点这个墨韵的这种味道和这个生动感。太细致了，它就死板了。你说你要是想把这个瓦有些这个瓦里面的花纹啊质感都画出来，那就没必要了。就是我们这个是画写意的啊，写意就是什么意思？意道。虽然说小写意啊，已经很细致了啊。如果说再画大一点写意，这个可能就几笔就表达出来了，已经算是画的很细致了。这个里面是不是不画呢？也要画，加点淡墨进来。现在这些墨都是湿的，它肯定会晕到一起，这不怕。我们待会儿最后我们在调整的时候，如果说想把它这个瓦稍微提一点点这个质感出来，我们再用太白。这些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瓦是不是还有什么？还有没有什么？还是就是这样？
加尖一点啊。这个瓦片后面它是不是还有什么？好像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层次吧。好，这一节可能说可以画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这个色调啊、颜色之类的。屋檐下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颜色。好，这个瓦的话，目前这个瓦就先这样子啊，到后面等干了，或者现在也可以啊，不用等它干，因为这个不需要说它太整洁，所以不用等它干。我们先用太白，来一点太白啊，太白这个也是咱们的课程，每次课程都是一个现场创作的一个过程。就是大家一起见证的这个创作的一个过程，没有东西是事先准备的，所以说，就是写意的话，就是要有这种过程，它才叫写意嘛。就是我们即使是在录课程，它也是一样，没有事先彩排啊，即使是录课程也是一样，没有事先的彩排，直接就开始这种过程。好，用太白，太白不要太淡了，太淡了看不见啊。可以提一点花纹出来，这里面这个瓦的话，它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花纹，咱们就用太白提一下。
好，里面很随意的去添加一些花纹进来啊，这里随便扭2下。啊，这个地方也稍微带一下，不用画的太明显啊，带一点点亮的，就感觉这个亮的光的这种光照射下来这种痕迹啊。就是把它的阴影部分和这个瓦片本身的部分把它区分一下。这个线不要太死板，如果万一太死板，你在旁边再加一点点。瓦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，感觉我的瓦片全部都是有一点这种弯的这种感觉，就线有点拉的不够直。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线给拉一下，重新把这个线拉一下，整体它有一点弧度，看到没有？去拉一下这个线，因为这个中间让它黑一点没关系。稍微你画的时候稍微画这种 Z 字形，就是当然你画的没有这种弧度，你就不用去管它了，不用去整理的。我这是画着画着，越到后面好像这个弧度越来越严重。啊，把它拉了一下啊，刚刚整体的看的这个是有一个感觉，这个瓦好像是这个弯曲的。稍微拉一下要好一点啊。好，拉一下，稍微要好一点点。就是没有那么弯儿，没有那么弧度没那么严重，稍微调整。所以在画画的过程中也是边画边去调整，边在制造问题，边在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调这个墙啊，墙的这个颜色。城墙的这个颜色，我们之前有涂过，我就涂这种红色的吧。我看一下什么样的红，黄色或者红色都行，稍微有水墨一点的这种味道吧，就咱们就可以不用厚涂，咱们先用胭脂，胭脂加鹅黄。这个笔里面有墨也加一点进去也没关系。
稍微稀一点啊，加点水，多加点水。好，胭脂加鹅黄，稍微鹅黄好像少了一点点，再加。啊，这里面就是胭脂和鹅黄两种颜色。啊，还要加水啊。再加点水，就牛奶状吧，稀一点，不要太干了，太浓了。上面这里基本上都要铺满它，我们可以，但是这个墙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厚度的地方。厚度的这一块地方还是要等它干了之后，那我们先等一下啊，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来涂。好，大家好，那么现在这个瓦的这一块差不多干了哈，不是说特别干，因为天气有点潮，已经等了2-3个钟，但是它还不是特别干。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来刷墙了啊，我们开始刷墙。那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喷壶啊，把这个纸面要刷的地方先把它喷一下。大家现在把这个镜头调到打横这样看啊，不是打横，竖着这样看。因为现在这个是束缚的4尺的一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放在墙上，因为这个砂墙不放在墙上，我移来移去的话，刷了个底色，因为面积太大了，我可能一移它这个纸，因为用的这个纸比较薄，可能一移它这个纸就会被弄破了，所以我放在墙上，现在是放在墙上做这一步啊。稍微喷潮湿一点点啊，也不用喷的那么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沙子排沙啊，用这个排沙，前面调好的这个颜料。好，把它搅一搅啊，颜料再搅一搅。然后我们刷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竖着挂在墙上，如果说你这个排沙上的颜色太多了，它会被流下来，所以你要在盘子边缘这样刮一刮。刮一刮啊。
好，把这个圆以外的呀，这一笔不小心啊，把这个叶子给杀掉了。圆要留出来啊，这个颜料不要让它滴下来了。好，这些上面这里有一些地方没有杀，就是没有细节上的地方，可以用这个毛笔来整理一下。这片叶子刚才把它遮掉啊。虽然喷水，但是还是不是特别的均匀啊，水喷的有点少。但是没关系啊，不用说要求一定说要很均匀。这个痕迹你可以用毛笔来把它这个处理一下，稍微让它均匀一点嘛。好，现在这个颜色用没了，咱们再来调一点颜色先啊。好，咱们继续啊，还是调一样的颜色。当然，虽然说咱们调是调一样的，但是可能很难一模一样啊。这个颜色明显的没有前面的那个颜色那么浓，有点稀。可能咱们故意涂成这种慢慢，这个墙慢慢有一点这个没有这个红色的这种感觉，
但是这个沙子烧的有一点太平均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换一下毛笔来试一下。咱们换毛笔来试一下。这一块小心一点。那我们直接就把这些该涂的地方都涂上了。这次又失误了啊，颜色又调少了，咱们又要再去调一点。好，咱们继续哦。这里因为后面调的比较淡一点，所以我们多复一下笔，淡一点就多涂几次，复一下笔。
就是有让它留一点点，让那个墙有一点点这个撒一点点上去啊。但是这样在墙上不是很好撒。这个现在这个地面上是被弄得很脏了，看上面如果说有不是很均匀的，拿毛笔再来扫一扫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等它干了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这个画面已经是半开了，半干，没有完全干。那么这个留着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还要再进行处理。我们加一个焦茶色，调一个淡淡的焦茶色，不要太浓了。焦茶里面加一点点，可以加一点点赭石啊，不要完全用焦茶，加一点点赭石。来，这个焦茶里面加一点点赭石进来，咱们加水啊，加水把它调和。来，加水调和之后，我们把它涂进来，涂到这个空白的地方，就是白色的、非白的地方。好，涂到这个非白。增强整个画面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感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圆的中间，圆里面啊，我们也加一些颜色，往下拉一点点啊，轻一点。这个纸是湿的，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可能给它弄破了。哇，这个下面已经破了一个口子。那这个水还是这个水，咱们再来加一点焦茶。我们把这一块空间里面染一个颜色，加焦茶，再加一点焦茶啊，再加点焦茶，咱们来加水调和，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啊。调成这种深一点的这个颜色，就是焦茶多一点点，赭石少一点点。再加点水，不要太浓了。最好还是把它喷湿一下啊。
最好还是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喷湿了，再去染这个颜色。这不小心滴了一滴颜料进来。好，不是很均匀，我们再来扫一遍啊。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边缘还要去整理。但我们要等它干，完全干的时候再去整理。如果现在去整理的话，它还因为这个是颜色都是湿的，它很容易晕到一起啊。到后面我们慢慢加一点点水进来，颜色，这个，我们后面扫的这个背景色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，加点水，笔上直接去蘸这个清水。现在我笔上蘸的是清水啊，可能这个赭石的这个颜色在笔肚上只有一丁点啊，基本上看不到的那种状况。慢慢的越来越浅啊，慢慢的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咱们刚才把这个花这里也喷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有水印，咱们把这个水印综合一下，这个花上它就不会有这个水印了啊。就你为了更均匀一点，还可以再扫一扫。好了啊，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步，我们用这个太白啊，拿一个干净的盘子，把太白挤到盘子里，多挤一点啊。多挤点太白，然后稍微加一点点水啊，不要加太多。就是加点水是让它稀释一点点，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画面撒一层这个白点，增强它整个画面的这个氛围感。
好，加一点点水把它调和，因为它现在这个纸面还是一个，还是一个湿的处，就是趁它还半干的时候，我们撒进去。我们要把这一朵花的这个地方要把它留出来，花的地方留出来，我们得要，有一个差不多的这个圆，大小差不多的圆才行啊。那我们还要裁一个圆，或者是我们找其他的纸啊，看一下能不能遮，遮不到。用这个纸巾吧。这个还是太湿，有点湿。找一个东西把它遮一下啊。我们拿个剪刀来剪一个圆。差一点把它弄破了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大小，但是这个纸被弄，这个因为它是湿的，我动一下它就跟着这一块纸给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圆放到这个圆里面啊，放到这里。然后我们把它往上拉一点啊，往上拉一点，因为整个画面都要撒。来用这个太白水啊。撒在整个这个画面上。它会跟着这个颜色会消失一些，就是因为它底色现在是湿的，它到时候会越来越浅。我们加一些大一点的点啊，因为这个点都很小。
这里成一条线，这里尽量不要有一条线，有一条线的话不好看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可以了，等它干哦。